多名女生神秘失踪，警察却不闻不问。一个巨大的阴谋，无数的上流人士参与其中，全球可怕内幕的冰山一角开始显现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55年故事的开始。1995年至1996年间，一名男子将6名女生囚禁在他的地下室中，期间有邻居多次报警，而警察对地下室受害者的哭喊声却置若罔闻。他的母亲也曾向警方报案，称他将女生囚禁在比利时的某处住所里。男子还曾在80年代因绑架和侵犯多名年轻妇女而被定罪，于1992年假释出狱。90年代，当年轻女孩开始在比利时各地失踪时，警方却完全没有怀疑她。在浪费了无数时间后，警方才逮捕了这名男子。在他被逮捕时，他至少绑架、侵犯和折磨了至少6名女生，其中4人已经死亡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很快就有人举报他拥有多处房产，却一直领取政府补助，甚至还使用政府出资购买的镇静剂给受害者下药。这引起了公众对比利时当局的强烈不满，但一个更大的阴谋才慢慢开始显现，这就是连环侵犯魔马克·杜特鲁的故事。马克·杜特鲁于1956年11月6日出生于布鲁塞尔的伊克塞尔。据 BBC 报道，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。马克后来声称，他的父母经常殴打他。1971年，他们的父母分居，马克离家出走，开始了流浪生活。成年后，他辗转各地，当过电工，还当过服务工作者。随后，他开始了自己的犯罪生涯，贩卖违禁品、偷盗、抢劫和买卖赃物。他通过犯罪积累到非常多的财富，最终拥有了7套房子。马克20岁左右结婚，并生下了2个儿子。他的第一任妻子称马克经常殴打他，并多次出轨。几年后，2人分居。马克开始追求他婚外情中的一位女性米歇尔·马丁。马丁很快成为了他的第2任妻子，也成为了他犯罪的帮凶。1985年的夏天，马克对把妹的过程失去了兴趣，他决定更直接一点，于是在第2任妻子的帮助下绑架并侵犯了女生。他的妻子觉得直截了当的绑架可以让马克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，甚至觉得马克为了他用心良苦，所以他觉得必须帮马克完成这些可怕的绑架任务。为了绑架女生，他们需要更多的帮手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佩特赫姆。他是马克的朋友，在和前女友分手后就一直住在马克家。很快，马克成功的 PUA 了他，让他相信自己欠马克很多，现在到了要报恩的时候了。1985年6月7日，他们找到了第1个受害者希尔维。当时他在附近的游泳池游泳后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当他们开车经过希尔维身边时，马克和佩特赫姆跳下车，强行把他拉上了面包车，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和眼睛。他们随后将希尔维带到马克的一个车库，马克在那里侵犯了他，并用宝丽来相机给他拍了照片，然后放走了他。之后的多起绑架案大致相同，同样是年轻女生独自外出散步，被面包车尾随。随后他们抓住女生并拉上面包车，用胶带蒙住她的眼睛，然后把女生带到马克的房子里囚禁并多次侵犯。最后他们会拍下他们的裸照，并将他们赶回自己的社区。最终受害者报警，经过询问发现佩特赫姆与受害者交谈时透露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，警方将他锁定为嫌疑人。他很快承认了一切，并将大部分责任推给了马克。1986年，马克·杜特鲁和他的妻子米歇尔·马丁因绑架和侵犯女生而被捕。警方很快在马克家里找到了直接证据，大量受害者的照片和视频。1989年，马克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，佩特赫姆和马丁分别被判处了7年和5年监禁。马克在狱中时，他的母亲写信给监狱长，告知马克是天生的罪犯，希望能够让他多在监狱里接受教育。他的母亲觉得马克如果出狱，一定会继续犯罪，而这时的马克一心想着怎么快速从监狱出来。他很快就骗取了监狱卫生官员的信任，并谎称自己是残疾人，这样他出狱后就可以领取经济补贴。他还说服心理医生给他开安眠药，以便用于下药给受害者。尽管他的母亲向监狱发出了警告，马克还是通过减刑，仅服刑3年就于1992年获得假释，这让他得以自由地犯下更多更可怕的罪行。这一次他不会再放走任何一个受害者了。
马克获释后，立即开始了他的犯罪。他开始在自家地下室建造地牢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全国各地女生的失踪，公众开始感到恐慌。1995年6月24日，2名女生朱莉和梅丽莎在比利时东部的家附近失踪。同年夏天晚些时候的8月23日，安·马尔查尔和艾菲·兰姆里斯克在海滨城市奥斯坦德度假时失踪。这些失踪事件发生后不久，马克的母亲向警方报案，称马克在自己的一所房子里囚禁女生。尽管他有绑架和侵犯少女的前科，但直到第一次失踪事件发生5个月后，1995年12月6日，马克因偷车被捕后，警方才搜查了他的家。但搜索过程中，尽管警察听到了女生们的声音，却没有在地下室的地牢里找到他们。后来警察称，这些声音听起来像是从外边传来的。警察还发现了一些记录马克建造地牢过程的录像带和未冲洗的胶卷，但警察甚至没有查看这些证物，以至于在这期间有2名女生在地牢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，而且马克再一次顺利出狱了。出狱后不久，1996年5月28日，萨宾达登在比利时西南部骑自行车上学时失踪。1996年8月9日，拉蒂西亚·德勒兹在从比利时东南部的一个游泳池回家的路上被绑架。8月13日，在最后一起绑架案发生4天后，也就是第一起绑架案发生14个月以后，马克·杜特鲁终于因涉嫌绑架被捕。他带领警察找到了关押2名受害者的牢房，被发现时，他们都被下了药，并遭到了侵犯。马克还带领警方找到了朱莉和梅丽莎的尸体，就在他另一栋房子的后院，旁边还有伯纳德·温斯坦的尸体。在温斯坦家的花园里发现了另外2名受害者的遗体，后来证明他们是被活埋的。经过调查，警方确认马克是一个拐卖女生团伙的老板，专为国外拐卖网站提供货源，每个女生可以为马克带来1万到5万美元不等的收入。此外，他还出售女生录像带。警方从马克几栋房子里共搜出超过300盘录像带，这些录像带可以为马克带来近3万美元的收入。案件公布以后，引起了公众的震惊。警方无数次接到邻居的报案，并搜查了马克家，但还是花了14个月才发现马克一直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。如果能尽早破案，4名受害者就有可能生还。让人气愤的操作越来越多，高等法院撤去了地方法官的职位。这位法官正在负责调查马克绑架案。他曾经哭诉，这是他调查过程中受阻最严重的案子。对方用尽招数让调查和起诉无效，他甚至遭到黑手党的谋杀。于是1996年10月20日，布鲁塞尔爆发了白色3月游行，街道被白色气球和白色鲜花淹没。比利时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达到了高潮。据官方统计，参与人数大于30万，并且都是自发聚集的，时间长达1周。随后示威游行发展到整个比利时，人们要求政府必须进行司法系统彻底的改革和清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各种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。马克是涉及高层人士的亲犯癖团伙一员，当局一直在保护马克，以掩盖自己的参与。1996年，一位名叫雷吉娜·卢福的女生告诉调查人员，她曾被父母送给了一位家庭朋友，并被带到奇怪的派对上，在那里有权势的人折磨、侵犯，有时还有女生被杀害。她称经常看到马克把女生和违禁品带到这样的派对上。尽管后来卢福的证言得到了证实，但当地新闻却把他说成了一个幻想家。当马克的案件最终开庭审理时，他没有被允许作为证人出庭。随后警方逮捕了马克生意上的伙伴布鲁塞尔商人金·米切尔。这个人的爆料震惊了整个比利时社会。他说自己曾在比利时组织过几场特别的派对，参与者都是比利时上层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他们手中的玩物正是被马克绑架的那些女生。比利时一家报纸声称他们掌握了参与者的名单，其中包括大法官、政府高官、知名律师、警察高层和一名前欧盟委员。不过这份名单最终还是没有被公开。不出意料，马克谋杀案的审判日期多年后才被确定下来。当局声称这是因为那些阴谋论误导他们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侵犯团体，所以才延误了开庭时间。与此同时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有价值的证人中有20人神秘的死亡了。1997年4月9日，调查此案的议会独立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，揭露警方在处理此案时不人道、无能、效率低下、装备不良。似乎这起案件还不够糟糕，
1998年4月，马克越狱，尽管他很快被抓获，但这场越狱却带来了更大的风波。比利时警察局长、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全部辞职。1999年7月，该案的检察长于贝尔·马萨自杀身亡。最后，2004年3月，马克的案子终于进入了审判阶段。对马克·杜鲁的审判持续了3个月，涉及数百名证人。马克对绑架和侵犯指控供认不讳，但否认与任何女生的死亡有关。2名幸存者都提供了直接指认的证词，其中1名幸存者表示，马克就是绑架他的人，在他被关押的80天里，他是他唯一见到的绑架者，也是唯一侵犯他的人。另一位表示，在他被关押的4天里，马克把他锁在床上，并多次侵犯他。马克随后声称自己是侵犯团伙的一员，并表示自己只是这个团体的一颗棋子，不是主犯。但检察官却表示，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侵犯团伙是存在的。2004年6月17日，马克·杜特鲁被判犯有强奸、绑架和领导绑架团伙罪，他还被认定犯有3项谋杀罪，被判处终身监禁。他的妻子米歇尔·马丁被诉在丈夫入狱期间故意疏忽照顾，杀害了2个女生，并被判处30年监禁。自定罪以来，马克曾多次申请有条件释放，时至今日，他仍被关押在尼韦勒监狱。2022年，他的妻子马丁被释放，引起了民众一片哗然。事实证明，2人不过是全球犯罪网络中的几个棋子，真正可怕的犯罪却还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一直悄悄地进行着。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我是 Loki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